今天我们来谈谈我曾经住过一间不是凶宅却一堆鬼的大屋子。最近心血来潮，特地绕到曾经住过10几年的房子。据妈妈陈述，当初买那栋房子的时候，刚盖好没多久，是一间地坪很大，1楼有大庭院，2楼又有大露台的宽敞透天屋子。房子的外面和内部绝对照得到阳光且温暖的。看似一切都那么的美好，但事实上并非如此。入住之后，大人的事业开始愈来愈不顺遂，家人方面也每天大吵小吵不断。最奇怪的是，入夜之后，厨房没有人，却非常热闹。除了锅碗瓢盆撞击及洗地声音，炒菜声音不断外，最可怕的是，就算是冬天，电锅里头已经热透了的饭，几乎都会减少及酸掉，慢慢的严重到连白天情况都一样。大白天在客厅里头往天花板看，常常都会有戴住斗笠的农夫，他们现身在天花板上，还不止一个。中午想在客厅的椅子上睡个午觉，就会看到有男男女女在头上靠近墙壁的空间进进出出。由于妈妈可以和灵界沟通，据了解，那个空间是来往地狱的通道。再来谈谈妈妈在佛堂念地藏经。她说每次起心动念要持地藏经，每当开经记一起，就会听到远方拖着铁链的脚步声此起彼落，为数众多。如果不是对佛祖有强大的信心，真的会吓死。还有2次电线起火的经验，一次在佛堂，一次在客厅。2次的共通点都是马上要出门了。佛堂的电线走火是在妈妈转身要下楼前，眼睛的余光看到佛桌上的有火花沿着电线迅速烧了起来。很幸运的是，人还没有出门，火也很快灭掉了，没有烧到任何物品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至于客厅鱼缸就比较奇特了，最初是鱼在人的面前跳了出来，把鱼抓进鱼缸后，便急住要出门了。没想到鱼缸电线竟然烧了起来，但基本上这2个经历结果算是幸运的。但妈妈如果离开佛堂，在客厅念大悲咒，肩膀会异常的沉重，连呼吸都相当的困难。很多无形众生聚集在妈妈的肩上，只为了听经闻法，生怕遗漏了一字一句，可见无形众生有很多的苦难难解。依赖经典能够让他的灵体获得疏解。以上只是住在这里10几年来当中极少数的经历，将这些写出来，并非有责怪鬼的意思，反倒认为除了神佛保佑之外，在这间屋子里的无形众生其实大都是善类，他们还知道要听经闻法，知道修行。其实人有好人和坏人，好人死了就是好鬼，坏人死了就是坏鬼，只是执念相对深而已。当初他们停留在这里，是否等待着我们的到来？
知道这户人家会有人持经咒让他们修行，所以他们并没有恶意。之前说过，这里是地狱的出入口，每天看到形形色色的无形众生进进出出，但可以进出的无形众生都非大恶大果，但他们还是非常的苦。只是灵体上相对是自由的，就是有点调皮，常常有一些奇怪的声音，半夜也会有食物被吃过导致坏掉。除了天花板上头会看到，走在路上会碰到，客厅沙发上睡个午觉会看到，基本上他们很少会捣蛋的。至少我们住在这间房子里头，全家人身体都是健康平安的，连感冒的机会都很少，除了最开头说的生意上真的不是很顺利。但这间房子整体的水路早就有问题，本就不利于进财。说真的也不能赖给鬼啊。最近看到非常多自杀案件，让人非常感慨。真的奉劝各位朋友，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，不要认为自杀后就不苦了，就一了百了了，就变成天使了，有可能吗？如果真的这样，在我们家里面这些自然死亡、没犯重罪或服刑完毕的无形众生，就不会为了得到这些经咒的加持而前仆后继，更不会早早就守候在此。自杀之后只会以同样的形式反反复复的一直自杀。看那些自杀后困在凶宅里头，以各种形式骚挠入住者，甚至一直抓交替的人，就知道他们在自杀后并非想象中真的解脱了，相反的是比原先更苦。人生难得，好好珍惜生命，负起责任，体验人生吧。最后祝福各位观众事事顺心，日日平安，赚大钱。浮生若梦，几回轮转。